你们觉得台湾会是谁啊？咱也真不知道。反正我肯定不支持国民党啊，不管那俩谁上去，我都不会支持国民党的啊。被共产党完全洗脑的一个傀儡党派有啥用啊？除非他名正言顺哪天国民党说打倒共产党，为啥？因为台湾现在实施的是宪法，这个宪法可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你们好好看看中华民国的宪法放没放弃？没有一届总统敢这么牛逼，你说这他妈叫蛋总统？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上去总统一个重要任务要保持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改过宪法，规定中华民国的国土只有台湾了？您都不敢牛逼的说我要收回大陆，因为整个中华民国当年的国土是什么样的，老子就得把这个国土收回去。这就是他妈我当中华民国总统维护中华民国宪法最基本的表现。我收不回，我也得终生为此奋斗，当一天总统就得干一天。那么收不回去，我就得跟这逼死磕。这你当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就维护了中华民国的宪法。现在中华民国上台，台湾上台，哪个总统都不敢牛逼的说我是他妈的尊重中华民国宪法，我得保持中华民国的国土完整，这是我最重要务。你都不敢聊这个话题，你他妈当个屁总统啊，对吧？当然了，我就算情况，我也绝对是反对国民党上台的可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牛逼的人上台就得这样，这叫有骨气，对吧？你根据宪法来嘛，既然你是。那么整个现在北京、上海、广东、山西、云南全是您中华民国的土地呀，你都不完整了，被人侵略了，你不收回侵略，不收回土地，你在这聊个屁呀？聊个屁呀？大清市以后给你们讲大清好玩的东西吧。以后专门出一期，也喜欢的周末就给你出一期。我问你们个小常识。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知道大清的精彩程度啊？林则徐是什么狗屁人？我可以给你们都讲一下狗屁人。你们有没有人知道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为什么？林则徐带李鸿章这一支人，所谓什么睁眼看世界这一支人到李鸿章一支，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为什么？有人知道吗？是为了禁止鸦片吗？是为了禁止鸦片吗？就是中国的教育领域，你们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鸦片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虎门销烟。胡说八道，这全是胡说八道。对，贸易保护，没错，是因为中国产的烟土受到了当时海外烟土叫红土的冲击，那时候中国的云土还不足够强大，当然后来就牛逼了，所以受到了海外的烟土冲击。当时林则徐一直上一线这些人从嘉庆皇帝其实开始，因为最早的是康熙建的那个英国的使团，800多人来的使团。然后这个烟土的历史呢，在中国从唐朝就开始有了，到宋朝是大规模实施的，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去讲。但是因为成本没有印度的烟土低，所以当时是为了贸易，就是为了自身的贸易产品，就是中国人应该买中国的烟土，而不应该买洋人的烟土，而洋人烟土走私来的价格低，所以才发生鸦片战争。我到时候给你讲历史就知道了真实的历史不开玩笑我这里面都有史实的。最后呢，鸦片战争之后，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最后国外就放弃了？为什么美国、英国都纷纷出台戒毒法案？打鸦片战争可不是为了烟土，老外也很讨厌的，特别讨厌向中国走私，是为了维护英国侨民的权利。这个以后再说。是因为中国烟土太牛逼了，全面种烟土，中国导致于全世界70%到80%的烟土是中国生产的。中国每年我到时候跟大家念数，卖给全世界多少烟土？中国卖烟土把整个美国和英国都腐蚀掉了。英国80%以上的工人下班以后拿了工资，第一件事去买廉价的大清产的烟土，让自己鸦片，让自己舒服的吸一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后来带领所有欧洲国家一块做戒毒法案的一个核心原因。中国的烟土卖到全世界，疯狂的卖，倾销，把全世界都卖傻了。后来全世界防止英国向全世界走私倾销烟土我到时候给你们讲历史，中国共产党怎么起家的大家知不知道中共当时在延安主要是靠什么让自己发达的这个红星照耀中国，知道不知道？对，就是种植罂粟种植鸦片，大面积的延安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种植鸦片罂粟最繁荣最密集的地区。中国靠大
大量的固定的向日本以及一些其他国家出口烟土、鸦片，来换取了巨额资金，保证了中共的军费开销，这也是有历史史实跟资料的啊。有机会都跟大家讲一下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老在那儿开个玩笑啊，那个说这个什么什么毒品。你们可能不知道，全世界如果从历史规模算，最大的种植烟土啊，对，这些种烟土的人后来去哪儿了？解放以后，毛泽东翻脸不认人了，就把这些人咱们都知道啊。然后呢，开始扫荡烟土。但原来中共和国民党种植烟土方最后跑去哪儿？大家都知道，金三角还维持种烟土的习惯，种鸦片的习惯啊。你们喜欢，我到时候给你们讲这段历史。所以大家就现在就知道了，全世界国家规模化种植毒品，满足全世界要求，供给全世界70%市场的就是中国，知道吗？啊，最厉害的就是清朝，清朝末年啊，所以我们当时为什么能去德国买最先进的铁甲舰，知道吗？那钱是哪儿来的？哪儿他们有军费开销啊？就是卖大烟卖的啊！你们不学历史吗？看一下真实的历史就知道了啊。对，南泥湾市啊，对，现在就知道了。积啥毒啊？那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对，中国积啥毒啊？政治目的，赚钱的，赚钱的，对，鸦片战争真相，你们愿意去看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括林则徐这傻逼都干了什么玩意儿？因为中国人呢，就是所有道德信仰败坏，在清朝中的道德信仰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地步。当年的英国和法国，为什么我说人家英国的地铁100多年前就有地铁？清朝的时候，就那些国家因为经济发达，他们已经比较文明了，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个人的资产、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啊，个人公民权利应该得到完善的去保护。就是他们脑子里的很多规则体系在清朝摔得稀碎，然后整个满清的就是谎话连篇，所有东西出尔反尔，一句人话都没有，骗得老外团团转。那个义律差点都没被林则徐给整死。就林则徐今天真话，明天假话，后天真话，大后天假话，然后所有的承诺写在纸上的人，最后一概都不认。那义律都崩溃了。当时因为义律是英国政府代表英国在中国来做代表的一个人，知道义律是谁吗？啊，应该都知道是吧？啊，你们到时候有机会给你们讲吧。哎呀，精彩至极了，我操！就是要多流氓多流氓。后来我看了以后，整个清史啊，我就知道共产党的这个流氓是从哪儿遗传的，真的是有大清的那种骨子里的本质所在。